大家好，我是四季茶。今天我们来做发面葱油饼。葱油饼是大家喜爱的一道主食，传统葱油饼一般用烫面，今天我们用发面来做，外皮酥脆，里面暄软，还易消化，老人孩子都爱吃。先来看一下材料，分面团和馅料两部分。发面少不了酵母，今天用的是活性干酵母，要先激活再使用。关于几种常用酵母，我在花卷那一期简单介绍过，链接在下方的说明栏里。糖可以增加酵母活性，勺子里有1克糖，在称量好的水里先舀出2-3勺来溶解酵母。搅匀，覆盖保温15到20分钟。被激活的酵母水是泡沫状的，体积也比之前略微增大一些。好了，开始和面。盐是酵母杀手，不能直接和酵母接触，所以我们先把盐和面粉混合，搅一下，然后再加入酵母水。可以看到它是泡沫状的吗？加入剩余的水，注意不要一下全倒进去，慢慢加。同时加点油，可以让面团更柔润。边搅拌边加水。我们用的面粉不同，吸水性就不同，所以这个水量呢只是一个参考，更主要的是看面团的软硬程度。我用的这个高筋粉一共加了70%的水，也就是350克。这个时候的面团还非常黏，手上沾点油，大体揉一下成团就行。我们给它醒一会儿再揉。这种静置间断揉面法也叫水和法，它适用于水分比较大、比较软的面团。还记得我们之前做的油条也是这样揉的吗？手上抹点油防粘，这个时候的面团就变得比较有韧性，也比之前的顺滑，不那么粘手了。我们把它揉匀，让面团里不要有硬的颗粒，大概揉2到3分钟。中间如果觉得还有点粘手，可以再抹点油。现在的面团表面还不够光滑，没关系，我们给它覆盖再醒几分钟。这时候去洗葱，准备一下锅。大概又醒了10分钟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，面团自动水和，变得非常的顺滑。你看，一点儿也不粘手了，只需要揉几下就很好了。这种方法可以非常省力。好了，进入发面阶段，盆底抹点油。面团也抹点油防干，覆盖，可以室温发酵。家里有小烤箱的也可以自制发酵箱，加热1分钟，手伸进去有点像夏天出门的感觉就可以了。关火，把面团放进去，底下加盘热水，面团不用盖得太紧，时间大概半个小时。这个时候我们来准备馅料，大葱小葱都行，大葱1根或小葱1把，去掉葱根，取葱白部分，片开更容易出香味儿。切段备用。剩余的葱叶，我们给它从中间划几下，切成细细的葱花。小葱的葱叶做葱油饼，香味儿更浓一些。我们来炸葱油，找个小点的锅，开火倒入40克油，烧热。手在锅的上方试一下，能感觉到热气，温度大概在180度左右时，加入葱白。中火炸出香味儿，大概1分钟时间，不要炸糊了。可以先关火，控一控油，把葱捞出来。再把油烧热，加入20克面粉，面粉和油的比例是1:2，1份面粉2份油。这样中火搅拌。不要把面粉烧糊了，微微冒泡，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加面粉可以让葱油浓稠一些，更容易跟面团融合，卷的时候不会把油挤出来。看一下面发的怎么样了，面团已经长到了2倍大，敲一敲有砰砰的声音，拉一下有很好的延展性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选一件趁手的兵器，走锤或者这种直的擀面杖都可以。先给面板撒少量的面粉防粘，不用揉面，直接按压排气，顺便整理成方形。这个面团很软，用擀面杖轻轻地从中间向4边推开就可以。
尽量给它擀成均匀的厚度，时刻注意不要粘底。给底部撒面粉时，先要撒表面，防止两片粘黏。面粉不要撒太多，否则这个面团就会打滑，不好擀。擀的时候不要往下按压，要往外推，这个力量是从中间往四边走的。边擀边整形，擀不成完美的方形也没关系，跟形状比起来，均匀的厚度更重要。最后擀成大概厚1厘米左右。先撒盐，咸淡根据自己的口味掌握。这是2个饼的量，我放了大概4克盐。再放葱油，这个葱油糊糊放凉了以后，你看它底部开始变浓稠了，我们给它搅匀一下。这个质感是不是很像那融化的冰激凌汤？倒在面团上，我们可以用任何工具给它抹匀，刮刀、刷子或手。但是呢，我还是喜欢这样。这是比较传统的山东家庭面点蘸油的方法，把油倒在中间，四周的面片拉过来，沾上油再拉回去。这样做呢，可以让面和油更好的融合。刚才我们撒的盐也被搓匀了，不费工具也不脏手。面团不大，很好掌控，变形也没有关系，只要别弄漏了就行。葱花要最后放，葱很娇气，不能来回的揉搓，尽量给它铺均匀一点。好了，我们给它卷起来，先从底边起个头，这样一边拉一边卷。这样一拉一卷，可以把面皮变得更薄，卷的层数也就更多。因为我们用的是高筋粉，它的拉伸力比较强。就这样有节奏的卷拉卷卷拉卷，注意别把饼扯破了就可以。都卷起来以后，我们把最后的这个接缝用手捏合，别让葱油漏出来，按压一下。卷好的饼接缝朝上，把它折过来，两头给它捏紧，不要露馅儿。目测一下，尽量均匀的切成2份，这是做2个饼的量。切开的这头也要捏紧，接缝朝上，这样卷起来就卷到里面了。最后这个头给它按到饼底下，这样一个饼胚就做好了。同样的方法完成第2个，你看第2个多醒了几分钟就更软一些。如果你觉得饼不够软不好卷的话，就把它们都多醒几分钟。按压的时候要注意一点，要顺着方向上着劲儿的给它按，这样接缝才结实，不容易散开。我不太喜欢用油按，卷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油腻腻的卷起来粘不到一块儿去，还容易散。抹点油让它松弛10分钟。现在要擀的话，它容易破皮，还不容易擀开。擀饼稍微有点小技巧，用力要均匀，时刻记住不要按压，而是推，从中心往外推，就是以这个圆心为用力的起点，推出去，不要来回来的在饼上擀，你这样擀出去又把它擀回来，就成了跟面筋做游戏了。发面饼会有气泡，压破也没关系，擀面杖稍微抹一点油，防止把面皮粘破，抹多了就会打滑。而我们用高筋粉，这个时候你就看出来了，是为了增加它的筋性，不会被扯破。最后擀成大概1.5厘米的厚度就可以了，太薄的话就没有发面饼的口感了。覆盖松弛10分钟，如果做的多的话，擀完最后一张就可以烙第1张了。热锅凉油，大概1汤勺10克左右，划一下锅，把饼搭在擀面杖上提起来，手按住饼的2边，防止滑落。饼尾巴不要朝着自己，防止油溅出来烫伤，这都是血泪换来的经验啊！慢慢的抓着饼尾巴放下去，转一下饼，让饼和油均匀的接触，加盖，中小火焖5到6分钟。这个过程最好不要掀盖，散失热气。饼比较厚，要一边煎一边蒸。玻璃盖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。第一次做摸不清火力的，可以在4到5分钟的时候看一下，别糊了。翻面的时候把锅稍微倾斜一下，这样多余的油就流到了一边，不会把油溅出来。继续转一下饼，加盖再焖5分钟。好了，大功告成1多半了。下一步是煎饼皮，这个时候要开盖，让表面的水汽挥发，饼皮才能煎成酥脆的，不要翻得太勤。视频我剪掉了烙的时间，实际上每面煎1分钟再翻，跟我们炸油条里提到的复炸的原理差不多。
一面接触空气变凉，再翻过去加热，这样就会更酥脆。煎的时候要不停地转动，这样煎出来的饼颜色会比较均匀。最后敲一敲，外皮是脆的，里面是空洞的声音。终于可以吃了。怎么样，酥不酥？真的是酥的掉渣。哇，掀开里面看一下，看到那个拉丝了吗？这个饼用高筋粉做，才能做出面包暄软又拉丝的效果。大厨得先来一口。你看，是不是非常的暄软，像面包一样？我们用水和法做这个饼，没有费太大的力气，再加上我们卷饼时边拉抻边卷的手法，这样里面就是像面包一样拉丝暄软的。刚出锅的大饼就这样一块一块撕着吃，感觉最好了。这质感一点儿也不输手撕面包吧？我们有时间了，可以多烙几张，密封冷冻保存。吃的时候室温回软或者微波炉30秒，能切动就行。把它们切成几块，放在吐司炉里烤5到7分钟。这么酥脆又带着葱油香味的发面饼，一定要试一下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不要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能收到我最新视频的提示了。感谢观看，我是四季茶，我们下